你曾经遭遇过令人惊异的巧合吗？巧合是否都是命运的安排？所有的偶然是否都暗含必然？今天，让我们深入探讨生命中的巧合。有些巧合似乎真的是天意。在做出决策之后，我们常常不确定能否实现愿望，因为未来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，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是奖赏还是惩罚。生命中经历巧合的迹象，表明宇宙偶尔会给予我们有趣的提示，这就是所谓的同步性事件。我们先来看看，你是否有过类似的经验。第一种经历，某一天，我们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多年未联系的朋友或同学的名字，结果没过几天，竟然真的接到了这个人的电话，或是在路上偶遇。第二种经历，当我们被难题困扰，突然间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片段，或是一首歌曲的歌词，意外地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灵感。第三种经历，当我们感到迷茫，竟然在街上听到陌生人讨论我们面临的问题。第四种经历，我们经常看到特定的符号或数字序列重复出现，例如2333等。第五种经历，我们在梦中遇到的人、去过的地方、发生的事情，竟然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。面对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，你是否心中暗自惊讶？这是巧合还是神秘力量的作用？无论我们是否承认，人生中总会出现各种巧合，正是这些巧合改变了我们的方向，决定了我们的命运。那么是谁在刻意制造这些巧合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理解巧合发生的原因。为了彻底理解这个问题，一个科研团队花费了20年时间，采访了上千人，阅读了众多名人传记，研究了数千个巧合案例。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他们发现了令人震惊的真相：宇宙中确实存在一种神秘力量，它无所不在。如果我们心领神会，就能随时接受其指引；如果我们忽视它，就可能会遭遇不幸。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：那些接受这种力量指引的人，都拥有光明的前途和辉煌的人生，而忽视这种力量的人，无论多么努力，最终可能碌碌无为。历史上，无数伟人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。巧合是频率的共振，当我们的意识与宇宙频率一致时，我们成为宇宙频率的一部分，产生共振。这使我们的意识频率容易在现实中实现，从而带来及时的帮助。机缘巧合和同步性事件，在多维世界中，有一个法则叫能量同频共振法则。在我们生活的表层，看似无关的同步性事件，在更深层次上，是由一种无形的能量在运作。巧合是人类以实能量与宇宙高维能量的共振显化，特别是当我们对宇宙信息开放时，或对视为灵性寄托和真理的人全然信任时，
我们的心灵会从周围的一切中获取信息，从而遇到巧合。巧合事件是潜意识试图吸引我们的注意力，或给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答案。它们带来指引和奇迹，不是意外，而是看似无关事件的集合。当这些事件汇集时，你会发现它们背后有关联。巧合事件在你生命中的出现，取决于你的渴望、心愿和关注点。它们是奇迹，是魔法，是机遇。你的渴望和心念本身具有特定的能量频率。当你表达一个愿望，就相当于在物质世界中释放了这种能量，散发出这种震动。如果你单纯地散发出这种震动，而不去考虑能否实现，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吸引明显的机会，让你采取行动，实现愿望。但如果你怀疑，就会阻碍自己的前进。所以当机会出现时，你可能会感到巧合、同步，甚至像奇迹一样难以置信。这些机会的意义需要通过你的真实感受来识别，比如兴奋、惊奇、神秘。这些机会实际上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振动频率。如果这些机会与你的内心喜悦相符，那么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最佳时机，因为这是实现愿望的最短路径。即使这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与你的愿望无关，也要保持信心。最终你会明白，这些看似无关的巧合是如何完美地联系在一起的。宇宙的任何一部分都包含整个宇宙的信息，我们可以从任何一部分得到整个宇宙的全息图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包含宇宙信息的全息图。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受到宇宙信息的影响，因为我们都是按照宇宙规律设计的磁粉。我们的意识频率的产生也是宇宙规律的结果。当我们的意识频率与宇宙高维智慧同频共振时，我们会在每一个生命的当下活在喜悦、丰盛和自在之中。因此，巧合是一种信息。关注巧合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听到其中的信息。只要了解人生的顺畅之路，了解能量和信息的流动，以及时刻由智慧引导的生命之路，我们就会随时看到奇妙的潜能。这时，你将不再为世俗之事烦恼，开始活得安心，充满欢喜。你会遇到越来越多的巧合事件，并在生活中看出巧合事件及其意义，与潜在的无限可能性领域连接。这里是魔法开始的地方。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同步命运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接受内心的指引。在这种状态中，我们的欲望将自然得到满足。在深入探索这个主题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个小实验。闭上眼睛，将你的记忆回溯到昨天，回想过去24小时内你做过的事情，用心去寻找你做过的事情，浮现的念头以及触动的情绪，从中选择一个主题，不必是重要或特别的事情，全心全意地回想。如果你去过银行，
可以以你的经济状况为主题。如果你预约了诊所，就以健康为主题。如果你打了网球或高尔夫球，就以运动为主题。确定主题后，思考几秒钟，然后回想过去的5年，从今天开始，逐年回溯到5年前的今天，回想这5年内你在哪里做了什么，尽可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。想清楚5年来的情景后，将你在过去24小时回溯的主题应用上去，回想过去5年在这个主题上发生的事情。假设你选择了健康这个主题，可能会想起你曾经生病，看过一个又一个医生，后来因为病而戒烟，生活其他方面也因此发生变化，饮食习惯也改变了。你这样思考自己所选的主题，回想曾经发生的种种事情，生活方式所受的影响等，我相信你在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巧合。人生很多事情常常是因为偶然的接触、命运的转折、事情发展的突然改变而发生。你的主题可能一开始看似没有意义，但经过回想思考，很多事情突然一下子都串联起来。沿着这一条线回溯自己的生活时，你会很清楚地发现，巧合竟然在你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你会很清楚地看出，当初只要有一件小小的事情不一样，你现在可能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，在什么人生路途上，在做什么事情。即使你自己认为人生的道路都已规划完成，有时还是会发生一些事情，以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改变你的命运。你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巧合小奇迹，这是在告诉你，宇宙对你的人生有它的计划，远非你自己梦想所及。我自己的过往同样也充满了奇妙的巧合，一路引领我到今天的我。所有这些看似无关的事情及关系网，却相互串联起来，像是有个巧合共谋在塑造我的历史，引导我来到现今如此享受生命的人生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活出同步命运的阶段。每个人都沉浸在巧合之网中，这道网一方面激励我们，一方面引导我们生活。就像现在这一刻，你可能点击软件，看到这个封面，开始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观看这个视频。这样的事实本身就是足以改变人生的巧合。是什么事情引领你来找着这个视频？软件里那么多视频，你为什么选择这一视频？看过前面的1、2段之后，你觉得自己会开始想做怎样的改变？所以最初阶段是识别生活中的巧合之网，这标志着你开始理解同步命运。第2个阶段是培养对巧合事件的敏感性，以便在巧合发生时能够把握。后见之明总是容易的，但如果你能在巧合发生时立即觉察，你就能更好地利用它们提供的机会。这种敏感性会转化为能量，你越关注巧合事件，它们出现的频率就越高，这样你将有更大的能力
接收引导你人生道路和方向的资讯。最后一个阶段，你将开始意识到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，每一件事都与下一件事相连，所有事情都是同步的。想象一群鱼一起向某个方向游动，然后所有鱼瞬间一起改变方向，没有领队指示，也没有事先思考。这种同步性是大自然核心中的一种全体性的大智慧创造的。这种大智慧通过我们所谓的灵魂在每个个体身上显化。命运同步性的根源实际上是我们的灵魂。要理解我们的灵魂，海洋是一个很好的比喻。我们可以把海洋想成全体实相，一个无限可能性的领域，其中万事万物同步运行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道波浪，我们从海洋中来，所以我们的本质永远是海洋。海浪有一定的形状，我们也有全体实相的各种模式。世间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存在于这个浩瀚永无止境的可能性海洋中。海洋是全体，波浪是局部，两者永远紧密相连。这就是灵魂的视角，我们既是全体的，也是局部的。灵魂有两个部分，一是浩瀚的全体的灵魂，一是个人的局部的灵魂。前者强大而纯粹，足以完成任何事情；后者维系着每个人自我的本质，又如同水滴一般映射着全体的光与能量，因此能做得到任何事。就像每个波浪都存有海洋的精髓，无限的潜力存在于每个人身上。每当我们说到我时，想到的自己往往是个人灵魂，而个人灵魂则是永恒灵魂的显露。如果我们懂得活在灵魂的层次，就会看见自己是和宇宙全部的韵律连结在一起的。我们会开始觉察到统御一切生命的精美模态与同步韵律。我们会开始了解，我们一生的经验记忆塑造了现在的我们。我们惊奇地看着世界在眼前展开，没有恐惧，也不再有焦虑。我们会注意到自身周遭的巧合之王，明白就连最小的事情也有其意义。我们发现，注意这些巧合，施之以原理，便可以在生活中创造特定的结果。我们会和宇宙中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物连结在一起，并看出把我们结合成一体的灵性。我们掀开藏匿于我们内在深处的神奇性，陶醉在新获得的荣光当中。我们自觉地把命运塑造成万有创造性的表现。我们的命运本该如此。我们从这里实现了最深的梦想，往开悟又迈进了一步。这就是同步命运的奇迹。所以说，我们要信任灵魂的选择，它能够带你走向真正的命运，你也会收获生命的智慧。当灵魂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质、纯粹的神性和完整的灵性，接着你将领悟到和平、欢欣、丰盛、疗愈以及其他所有祝福，并非通过战胜和征服来达成，而是通过拥抱一切的态度所创造的。万物无法在同一标准下进行比较，比如老鹰和鱼，
他们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中展现优势。在沙漠中，你如何与骆驼比赛跑？在陆地上，龟兔赛跑中兔子显然更快，但在水中则不然。实际上，你的出生都是灵魂精心挑选的，都是围着一生安排的。你所处的环境是最适合灵魂挑战与成长的，因此，学会信任灵魂的选择，而不是愤怒与无力。深厚的信任最终会带来智慧。所有的生物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必须学会信任和信赖。对于灵魂被赋予的支持，必须有与生俱来的了解。所有的自我意识，至今依然受到心灵与宇宙力量神奇的支持。你越了解这一点，就越能感受到被支持。人最能了解到这一点，深厚的信任。有人会问，信任灵魂是否可以帮助你更容易地平衡因果，化解因果，过上富足完美的人生呢？因果有时被视为一种欠债，其实它是缺乏平衡的结果。灵魂感受到的因果平衡，并非对另一个灵魂做些什么，而是通过体验之前所未经历到的来获得。例如，你前世小孩的灵魂会在经历过照顾他人的体验后，获得因果的平衡，而你的灵魂也会在体验过接受他人的照顾之后，得到平衡。因果并非像人们所想的那样，并非只要你对他人好，一切就能一笔勾销。人不能仅靠对他人施恩来平衡因果，而是要通过亲身经历他人的经历来平衡因果。平衡因果和化解因果是两件不同的事。当灵魂经历了某件事件的所有面向，因果就平衡了。但要化解因果，就必须彻底解决引发不平衡状况背后的原因。例如，前世你一直认为宇宙间的资源是有限的，不够所有人使用的。这个信念在你心中创造了极大的恐惧，导致你最终选择去偷窃邻居的食物。等到那时结束，你回顾时很想平衡那段因果关系，便计划让自己在来世遭受某些物质上的损失，也决定要带着恐惧的能量和虚妄的信念再次回到肉身中。目的就是要疗愈恐惧和虚妄的信念。你未来世所计划的体验会平衡这份因果，但不一定能处理你的恐惧或虚妄的信念。如果放任不管，这份恐惧和虚妄信念很可能会促使你做出其他行为，因而产生更多的因果。原始的因果只能在深藏的恐惧与虚妄信念获得疗愈后才能完全消除。你会在灵魂的层次上意识到这个事实，因此你可能快计划在下次转世时让自己体验贫穷或经济困窘的状况。这不是对你前世偷窃的惩罚，而是反映出你需要疗愈的部分。尽管我们都不喜欢痛苦和折磨，但这却是有效的疗愈机制。如果我们对疗愈有觉知，也许就能学会痛苦背后的课题，而不必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就能获得所需的疗愈。因果的化解也可能在一瞬间完成。
当灵魂认识到自己真实的本质、纯粹的神性和完整的灵性，这样的理解将激发内心的深层觉醒。当灵魂能够完全把握这种认识时，它就能够轻易从因果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。通过承受痛苦和磨难来化解因果并不困难，真正困难的是打破那些深植人心的迷惑和幻想。关键在于觉醒，明白自己真正是谁，并记住你是自由的，然后放手。我们的灵魂在出生前就已经计划并设计好，要疗愈前世残留的未解能量，这包括了对自己或他人的批判、指责、愤怒、愧疚，以及其他许多负面情绪。如果在生命结束后，我们的意识中依然保有这些情绪，它们就会在灵魂中留下残疾。我们的灵魂会设法改变这些情绪，通过计划出反映这些情绪的人生体验。有时，我们会完全沉浸在这些情绪中，以便有机会去面对和处理它们。在灵魂的层面上，想要为他人服务是计划某种人生体验的主要动机，这是合一意识的自然体现。合一状态是指宇宙间只有一种本体，你我及其他所有人都是这个一的个别表现。为他人服务实际上意味着为看起来与我们不同的个体服务。当灵性再次转世到人间时，它是同时有知与无知、爱与恐惧所创造出来的。无知包括虚妄的信念，如我不值得、我很渺小、我孤苦无依等。灵魂会根据信念来吸引各种人生情景，随着时间，世界会将这些信念反射给我们的个性。慢慢的，我们开始在意识上有所觉醒。当个性了解到信念所具备的创造力，并意识到外在世界不过是人类信念的反应后，它就会开始去疗愈这些虚妄的信念。如果外在的世界是我们内在信念的反射，而我们不断重演这类经历，甚至一生都在积累信念的证据，那么我们如何疗愈这些虚妄的信念呢？我们必须了解，我们会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编造出来的故事深信不疑。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，就在那一刻，你选择如何回应外在事件。你的内在有一个专门负责回应的地方，当你意识到它的存在，你就同时开始觉察到自己真正是谁。你并非受害者，而是更强有力的创造者。就在这个觉醒的时刻，疗愈开始了。假设长期以来，或者在许多份不同的工作中，你都得和一些难以相处的人共事，你对于和这些人一起工作感到厌倦和压力重重，你会觉得这已经超过你所能承受的，所以你经常会幻想自己中了彩票，这样就可以退休，再也不用和这些人一起工作了。如果你的出生前计划是要学习善良与宽厚，那么你中彩票的梦想如果实现，那就很难达成你的学习目的了。你要学习的生命课题主导了你气场的能量，正是这股能量创造了你的经历。因为人的小我心智并不理解与难以相处的人，
一起工作学习，善良和宽厚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可能会觉得你的人生境遇很不公平，甚至很严峻。但是当你逐渐培养出善良与宽厚的心，你会深深丰富了自己及灵魂。成长并不一定要经历苦难。作为人类，我们完全能够自由地探索我们的意识，并运用我们的创造力。数千年来，我们所做的决定愈来愈多是基于恐惧和彼此分离。现在这个决策过程开始有了改变，因为有愈来愈多人开始用爱和同理心来做出决定。人类正在灵性成熟的进化顶端，新人类将能够跳出通过受苦来学习的框架，不再受到恐惧的束缚后，我们会发现好奇心、创造力与爱将成为我们成长与学习的动力。当恐惧消散，我们感到比过去安全时，我们会更加沉浸在彼此的好奇心中，舍弃不必要的界限，允许自己去感受他人所感，以深沉的同理心与他们连接。当我们感到能够自由并安全地展现自我，分享自身的丰富与多样时，创造力将成为我们更大的动力。爱将能够以目前我们还无法允许自己去想象的方式，来拓展人类的意识。和平、欢欣、丰盛、疗愈以及其他所有祝福，都不是宇宙通过打败和战胜任何事物来创造的，而是通过拥抱一切事物的态度所创造的。世间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巧合。人有2次生命的诞生，一次是肉体的出生，一次是灵魂的觉醒。当你觉醒时，你将不再寻找爱，而是成为爱，创造爱。当你的灵魂觉醒时，你才开始真实地、真正地活着。在这个觉醒的过程中，我们开始理解，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都是灵魂成长的催化剂。停电、车辆故障、延误或错过某些机会，这些都可能是命运的安排，为了保护你，引导你走向更深的内在觉醒。世间万物的来去都有其定数，而我们的任务是学会接受并理解这些定数，而不是抱怨或生气。正如俗话所说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但能与他人分享的却寥寥无几。人活一世，大多时候不如意之事居多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困境。年轻时，因为经济困难而遭受欺负；中年时，家庭矛盾可能引发困惑和焦虑；而到了晚年，子女的问题可能成为我们的心头重负。这些经历各不相同，正如佛家所说的人间8苦，包括生老病死、求不得、怨憎会、爱别离、五阴乱耳等。面对这些苦难，人们常常会质疑，这些痛苦的经历是否有其意义？答案其实在于个人的认知和态度。如果你认为苦难是一种财富，那么你的心态就会保持清晰和成熟，你也会在经历中成长和积累智慧。这种积极的态度
甚至可能会得到老天的补偿。相反，如果你是苦难为不幸，那么消极的情绪就会占据主导，使一切变得暗淡无光。佛家强调顺道者昌，逆道者亡。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某些事情无论如何也做不成，这时不要抱怨或生气，因为这可能是老天的提醒，他是在保护我们，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道路。就像古语所说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即使是利益众生的事业，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难以成功。当我们的认知不够深刻，心性不够稳定，德行不够深厚时，如果过早地完成某事，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带来身心困扰，甚至灾祸。特别是对于那些被认为天选之人的人来说，老天可能会通过各种挑战和困境来提醒他们，让他们回到内心，做好内在的修炼。老天让我们生病、受苦、吃亏，往往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。这些提醒是老天的宝贵礼物，旨在引导我们走向更深层次的成长和觉醒。他们提醒我们回归正道，方向比努力更重要，做正确的事比正确的做事重要10000倍。当我们在做事时遇到阻力，应该认真审视目前所做事情的正确性，及时调整方向，以免走弯路。第二，这些提醒促使我们升级认知。人生的成就取决于我们的认知水平，格局决定了结局。成大事者必须拥有大格局，他们的成就和财富都与他们的认知相匹配。第三，这些提醒教导我们增益能量，能量比能力更重要，它决定了我们吸引什么样的人和事进入我们的生活。只有当我们的身心能量充足，精神内核稳定，我们才能形成强大的气场，吸引与我们同频的人事物。第四，这些提醒强调修行德性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一个人的德行必须与他的地位相匹配，只有通过不断积德行善，我们才能稳固我们的地位和成就。这些提醒教导我们静待时机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，时运不到时，我们应该学会身心归位，合一守中，定中达外，开启自己的身心静默模式，休养生息，回收精神，养精蓄锐，为时机到来时做好准备。通过这些提醒，我们可以理解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并非偶然，而是我们成长和觉醒的机会。它们帮助我们认识到，人生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外在的成功或失败，而在于我们如何面对和克服这些挑战，以及我们如何从中学习和成长。每个人在红尘中生活，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吃亏和苦难。在学校时，学生为了成绩而相互竞争，那些成绩不佳的人可能会被同窗和老师轻视。生活在校园的底层，踏入社会后，
初入职场的新人可能会被某些人算计，轻则成为替罪羊，重则甚至可能损失财产。我们会体验到江湖的险恶和人心的复杂。与他人相处时，我们的善良有时会被人误解或利用。我们可能会感叹好人是否真的有好报。我们可能会认为只有外人才会欺负弱小，因此我们可能会将信任放在亲戚和兄弟姐妹身上。然而，当涉及到利益纷争时，我们可能会发现，即使是亲戚之间也可能出现矛盾。那一刻，我们才意识到人性的普遍性。在人生的各个阶段，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。起初，我们可能不会感到委屈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可能会开始质疑命运是否在戏弄我们。我们可能会质疑那些所谓的好人和忠厚之人是否真的会有好报。有人告诉我们，好报确实存在，但我们可能对好报的理解有误。我们常常将赚大钱、住豪宅、开名车视为好报，而将平凡的生活视为恶报。真正的幸福在于内心的安宁、家庭的和谐、身边没有敌人，以及平淡而安稳的生活。许多人没有意识到，安稳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福气。老天让老实人过上平淡的生活，并不是为了折磨他们，而是为了保护他们。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波澜壮阔的人生并不适合。普通人的命格较为脆弱，如果卷入到复杂的事件中，可能会面临危险。与那些充满阴谋和算计的富贵生活相比，平淡的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保护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学会珍惜平淡的生活，理解它并非是老天的惩罚，而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。通过这样的理解，我们可以更加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，并从中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当人们在生活中遭遇不幸时，常常会指责命运的不公，抱怨老天爷的冷漠，或者抱怨身边人的冷漠，却很少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不懂得反思自己。真正聪明的人明白，命运并非完全由外界决定，而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选择来影响和改变。聪明的人懂得把握命运，抓住机遇并顺势而为，即使身处逆境，他们也不会抱怨，而是积极调整方向，寻找出路。他们明白，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因果，自己的行为和选择将直接影响结果。如果不去努力，就注定一事无成。因此，聪明的人总是能够把握命运，牢牢把握机遇，然后顺势而为，顺着社会的发展一步一步做大做强。他们明白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和困难都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。一个人所作所为必有所得，你所取得的成就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，而所犯的错误也是你亲自造成的。若是你未曾有所作为，
那么注定难以有所成就。事实上，老天一直在暗中帮助你，他不会让一个勤奋不懈的人一无所获。所有的艰辛和挑战，实际上都是宝贵的财富。事业上的失败，虽然令人痛苦，但它为你下一次的成功奠定了基础。你可能失去了金钱，甚至负债累累，但这段经历让你积累了宝贵的创业经验，这些经验将成为你未来事业发展的重要资产。爱情上的挫折，虽然短暂而痛苦，但它可能是为了让你遇见更适合的人。爱情的痛苦只是暂时的，而家庭的幸福则是长久的。如果一个人在中年或老年时才遭遇情感的伤害，那才是真正的命运捉弄。经历过失败的爱情，往往会促使我们遇见更好的缘分。被父母责罚的痛苦，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我们深厚的爱。他们希望通过严格的教育帮助我们成长和独立。父母希望我们能够自强，看到我们懒散度日，他们可能会含泪将我们赶出家门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情无义，而是在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。当我们理解了父母的苦心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亲情的温暖，学会感恩，我们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足的人。被人算计的痛苦，其实是一种智慧的积累。那些比你更聪明的人算计你，让你经历了几次之后，也变得更为睿智。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就无法再伤害到你，反而可能因为自己的小聪明而自食其果。生病的痛苦提醒我们要珍惜健康，理解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。生病后，我们才能真正学会如何平衡工作与休息，认识到健身的重要性，我们就能过上健康的生活，远离病痛的困扰，从每一次挫折中吸取教训。所有的苦难都是一种智慧的积累，经历的痛苦越多，积累的智慧也就越多。如果有一天你能够看透人生，以淡泊和从容的态度过日子，那么这就是老天给予你最大的恩赐。要坚信，世间所亏欠你的，终将在你年老时得到补偿。没有亏欠，就不会有交集；没有亏欠，我们就不会来到人间。亏欠是必然的，而老天对世人的补偿，并不总是立即显现。在20年前，你可能经历了许多苦难，被亲朋好友瞧不起，感到非常无助。你可能会祈求老天，希望他能给予你希望和拯救。然而，在当时你可能看不到任何希望，但在20年后的今天，尽管你已经年老，但你的孩子考上了好大学，找到了好工作，有出息了，同时你也拥有了自己的车子和房子。这不就是苦尽甘来的例子吗？所有的善报往往会在晚年降临，原因很简单，老天要考验世人，看看世人是否有这个能力和命运，去享受到天赐的福气。
正如一位名人所说，昨天很残酷，今天也很残酷，但明天更残酷。许多人都在明天的晚上倒下，无法看到后天的太阳。孟子曾说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物极必反，否极泰来。一个人的磨难越大，往往他的福报也就越大。只要你能坚持下去，就有脱胎换骨、涅槃重生的那一天。